大家好，我是刘有发。先把事情交代清楚。槟城假抛巴底一家五金店传出一段20秒的视频，画面里有人手持倒挂的国旗，店主冯金正当天就解释，这是测量旗杆长度时的一时疏忽，发现后马上纠正，随后到警局备案并公开道歉。乌统青年团长阿克玛不接受延续发文指责，号召明天中午带人到店门口，要现场教人如何挂国旗。行动党社青团谴责这种做法，指出这是恐吓式的道法。公正党议员李建聪也呼吁阿莫扎西与陆兆福尽快会面，把火降下来。同一时间，国家团结部长强调要警方严办，把警能打又在网上推了一格。我的判断很直接，这是一次把情绪指向华社的政治动员。阿克玛抓着一个已纠正的无性之事不放，把矛头对准华人店主，制造你不尊重国家的对立气氛。而最该站出来的行动长部长们却集体缺席，不是没有人说话，是部长层面没有成体系的声音，没有一句立得住的红线话，也没有一套马上能执行的应对机制。结果已曾被对手设定街头动作先一步，你再解释已经落后半拍。先讲凭什么说行动党该出面？行动党现在手上有5个部长职位：交通、地方政府发展、青年与体育、人力资源、数码。这5条线就是5条触达社会的管道。资源在手，职责清晰，说无能为力说不过去。再看时序，嵊州一所华小早前也发生倒挂国旗事件。当天纠正并致歉，教育部长放话要严处，氛围迅速紧绷。交通部长其实称呼吁别政治化，交给教育部调查。可是到了假抛巴底个案，对手喊话动员定性，步步抢先。行动党的部长层面对这种华人店主受围堵的明确信号，没有第一时间给出一句硬邦邦的红线，可以批评，不可以上门围堵。发现错误当场纠正就好，执法走警方，解释有部门来做，一句话就能把路划清，偏偏没有等到。为什么说这回不是谨慎，而是失手？去年的真主蛙事件，从道歉到抵制，再到门店遭燃烧瓶袭击，社会已经付过一次学费，那就看见了模式，用宗教尊严把庭距推高，把矛头对准特定群体的商家与员工，把执法花束从体制拉到街头。现在不过是旧戏重演，换了切入点，同一个导演，同一套台词。如果部长还把话筒往外推，那就是任由别人决定何时停手。这并不难处理，关键在于马上把能做的事情做起来。我点名几位部长，说清楚各自该交出的动作。陆兆福要用秘书长与部长的双重身份，对外宣布一句最重要的红划线：上门围堵不可以，一切投诉走警方与行政流程。李可敏把地方政府系统动起来，今晚就发布统一的挂旗标准与纠错流程，附上图例与简短话术。明天起，各市政单位先教导再执法。杨小双联动社团与退役军警录一支1分钟的教学短片，把正确挂旗的3要点讲给群众听，让爱国情绪落到正途。沈志强在企业侧发出提醒，店家安排专人自查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并备查，把程序感立起来。戈宾星把线上口径收缩，统一事实澄清包，让平台与媒体有准绳可依，降低剪辑拼接的误导传播。这动作不越权，不需要拖会期，24小时内完全做得到。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必须把谁在排版、谁在承压、谁在罚单综合成一张脸。部长要亲自露面，不是丢给发言人，把定调、执行与对外说明绑在一起，群众才会相信这不是敷衍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榜役与预言在喊话，部长在沉默，机场在挨骂，店主在收金，这不是执政的样子，这是逃避责任。有人会说，行动党不是只代表华人，当然不是。但当被点名的对象是华人店主，当街头动员往华社店面去，当去年那套抵制与围堵的剧本重新上演，行动党既是执政党，也是华社高度支持的政党，
你就有义务把话说到前面，把人保护在规则之下，这叫担当，不是保守分寸4个字能带过。接下来怎么验收？明天中午之前，若部长层面给出听期统一的红线话语指引，乌青团的上门教学若改为室内座谈，或干脆取消，说明降温有效。若坚持去门店采鲜，警方能否划定缓冲期，并劝离？地方政府能否同步发布澄清素材？数码线能否让讨论回到规则本身？都将是一场公开考试。若这些都做不到，就别再自称守护多元的旗手。最后把话说重点，阿克玛的小题大做，在效果上就是把标签贴到华人身上；行动党的犹豫不决，在效果上就是把华社推到风口上。你们享受权利的职员，也就该承担权利的义务，站出来把红线戳清楚，把流程跑起来，把群众从街头对唱拉回制度轨道，这才是执政团队该有的姿态。否则你们会失去的不只是选票，更是信任。我是刘有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